大家好，我是 Younger。在全球政治和经济局势日益复杂的今天，一个巨头的动作往往能预示着一场静悄悄的格局重排。2025年5月5日，一则消息震动整个亚洲慈善与创新圈。比尔·盖茨亲自现身新加坡，在亚洲慈善峰会上宣布，全球最大慈善基金之一的盖茨基金会将在新加坡设立亚洲新办事处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使基金会在全球第11个国家设立据点，更是继中国之后在亚洲落子的第二步棋。但这一次，它不只是一家慈善机构的落户，而是资源、话语权与战略布局的大转向。接下来，我将带你深度拆解这场表面是慈善，实则是战略重构的动作。为什么是新加坡？比尔·盖茨到底想做什么？新加坡会因此受益，还是承担更多责任？在视频的第3部分，我们将揭露盖茨与李显龙、黄循财闭门交流的核心议题。你绝对想不到慈善背后的技术野心。你听说过世界最大慈善机构盖茨基金会 Bill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， 但你真的了解它的力量吗？它不仅是全球资金最雄厚、网络最庞大的慈善组织，更是连接政府、科技、医药与学术机构的超级资源中枢。从非洲疫苗普及到抗击新冠病毒，从资助 AI 教育项目到推广清洁能源，它的触角覆盖70多个国家，间接影响了数亿人的生活方式。2023年，它的年度支出高达77.5亿美元，相当于新加坡一整个教育预算的2倍。这不是公益，这是全球性干预能力。所以，当这样的一个机构决定将办公室设在新加坡，背后一定有更深的信号。很多人以为慈善只是捐钱，但你马上会发现，盖茨基金会的慈善更像一套精准的全球科技干预工具。新加坡正成为这场干预的试验田。在2025年亚洲慈善峰会的现场，比尔·盖茨站在台上，用极为简洁但意味深长的话语宣布，盖茨基金会将在新加坡设立亚洲办事处。这句话的背后是整整2年的准备与布局。盖茨称，我们希望借助新加坡的研究与政策生态，推动亚洲和全球的健康与能源革新。而此行，他不仅是带着新闻来的，他也带着合作清单。他与李显龙和张之贤共进午餐，重点讨论了小儿麻痹症与麻疹根除、下一代核能技术以及低碳转型合作，还与黄循财总理就清洁能源、疫苗研发、可持续科技平台进行闭门交流，话题直指未来国家战略。同时，盖茨还计划与淡马锡信托基金会、新加坡国立大学、A-STAR 等国家科研单位开展深度合作。这是一个跨国科技、政策、慈善的三角联盟，而新加坡被选为核心节点。这只是一个起点，下一步是什么？我们继续拆解。从地图上看，新加坡只是一个小点，但在全球慈善巨头的眼中，它却是一个高能中转站。为什么盖茨基金会选择了新加坡？答案其实藏在以下几个维度里。第一，是科研基础。新加坡不仅拥有全球顶尖的科研机构，还在疫苗开发、微生物工程、清洁能源等领域取得关键突破。A-STAR、Duke News 多家国际药企共同研发疫苗。第二，是制度信任。新加坡长期保持对慈善资金的透明监管，国际信誉极高。淡马锡信托与理光耀基金建立了稳定且高效的公益运营模式。第三，是地缘中立的政治地位。新加坡作为亚太区域的枢纽，能够连接东盟与世界，也不会卷入大国博弈。所以在盖茨眼中，新加坡不是候选，而是理想之选。但选择新加坡的背后，也代表着基金会未来资源的倾斜方向正在改变。这是否意味着亚洲慈善权力重心的转移？对新加坡来说，这样的落子意味着什么？答案是巨大的战略机会，但也伴随着新责任。首先是科研资金将快速涌入，新加坡的大学研究机构将直接受益，不再只是技术出口国，而成为全球科技实验与慈善试点中心。其次是国际人才吸附力增强，这意味着高端岗位增加，大学排名提升，学生和青年科学家获得国际资源。再次，新加坡将在全球可持续议题中获得更高话语权，
可以联合盖茨基金会影响国际议程，从疫苗分配到气候金融。但我们也不能忽视，新加坡需要投入更多公共资源去配合这些跨国行动，同时确保国内平衡发展与国际影响力的取舍。这是新加坡软权力的新机会，但也考验我们的制度韧性与社会凝聚力。新加坡准备好了吗？比尔·盖茨此次的亚洲行程看似是一次慈善峰会，却可能是亚洲公益外交走向深水区的标志。新加坡成为全球科技慈善战略节点，不只是受益者，更是未来影响力的塑造者。新加坡不再只是吸收者，而是引导者。新加坡也不只是配合国际议程，而是共建全球规则。当科技、慈善与政策结合成为一种新全球治理模式，你准备好站在历史变革的一线了吗？现在我想听听你的声音，你如何看待盖茨基金会在新加坡设立办事处？这对新加坡意味着什么？你认为新加坡能在全球慈善和创新格局中扮演怎样的角色？亚洲的慈善版图未来会有哪些变化？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启发，请给视频点赞并分享给你关心的朋友们，特别是那些对全球慈善与科技创新有兴趣的人。记得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，我会仔细阅读每一条评论与你互动。最重要的，订阅我的频道，不错过每周的深度分析与最新时事评论。如果你想要更多像今天这样深刻且有影响力的内容，点击旁边的小铃铛，开启通知，随时掌握全球动态。我是 Younger，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